2026年2月28号，德黑兰时间凌晨5点半，一位86岁的老人在巴斯德区领袖官邸的地下礼拜室刚刚完成了晨祷。他叫阿里·哈梅内伊，统治这个国家已经超过37年。再过2个半小时，他将会在官邸综合体内的这个高级会议室主持一场紧急国防会议。但是他并不知道的是，这将会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清晨。就在5万米高空，几架 B-2A 隐形轰炸机18个小时以前就已经从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起飞了。他们横跨半个地球，多次完成了无线电静默空中加油。机组人员都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在精准的时间里面把毁灭送达到精确的坐标。特拉维夫时间凌晨4点，摩萨德总部的地下作战室里面，监控屏幕上跳动着德黑兰的实时电子频谱图。一位高级情报官盯着屏幕上一个缓缓亮起的热点。德黑兰巴斯德区的信号聚集的密度正在攀升。他拿起手中的加密卫星电话，拨通了美军的司令部。3条线索，3个地点，120分钟之后，他们将会共同汇聚成同一声巨响。2月28号上午8点10分，在同一座建筑当中被确认死亡的不单只有哈梅内伊。死亡名单上的所有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类比一下，这不单单只是暗杀了美国总统，而是相当于同时炸死了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CIA 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外加副总统跟反对派领袖。整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决策链条在一个炸弹坑里面被物理归零了。西方情报界对于这样一种击杀的情况有一个名字，叫做连环备胎同时。那问题来了，美以联军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的？这到底是因为运气好，还是一个精密的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把时钟倒退2天。注意一下，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中东外交史上最诡异的一幕。2月27号的白天，阿曼的外长向全世界宣布，伊朗同意停止浓缩铀的囤积，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这是外交谈判的重大进展，似乎中东地区的和平触手可及。但是外交官们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一条推文来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当天深夜局势却出现了极其诡异的反转。虽然五角大楼没有解密当晚的具体的情报，但是根据开源情报社区的逻辑推演，一份疑似代号为伟大使者的作战指令即将从德黑兰下达。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份命令革命卫队对于美军在巴林、卡塔尔跟阿联酋基地发动先发制人饱和打击的指令。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极其精神分裂的局面。一方面，哈梅内伊在白天让外交官即将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但是在深夜又准备发布开战的命令。听到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美军已经有几艘航母压境了，第5舰队重兵集结，那这种时候，伊朗他难道还敢主动开第一枪吗？这不是自杀吗？如果你去翻主流大报，新闻的通稿永远只会给你看水面上的涟漪，官方他们也绝对不会承认敌人竟然会也有他们自己的战略智商。但是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美国在开战之初的狼狈的处境，你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破绽。五角大楼的防空拦截弹被迅速打到库存差不多要见底，3架美军 F-15 战斗机在混乱当中据说是被科威特的防空导弹误击而坠毁。而华盛顿这边，特朗普最开始说没打算要推翻伊朗政权，没多久之后改口，甚至他和国务卿努比奥的公开表态也是完全对不上号，
所有这一切的混乱局面都在指向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这样一场刺杀上帝的剧本，其实是一场美伊双方极限施压彻底玩脱了的产物。那今天我就把您直接拽进这样一片深水区，去看看这些不太可能被写进主流大刊的非常冷酷的地缘政治之间的算计。我们来仔细看看时间线，2月19号特朗普下达的10天最后通牒，这个时候刚刚好要到期了。摆在哈梅内伊面前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军事死局， Use it or lose it， 不用的话你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了。他知道一旦等到美军先动手，那伊朗地表的导弹阵地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夷为平地。所以白天伊朗的外交官他们接近于达成一个和平协议，是一个战略欺骗的局。他要的是在波斯湾的美军防空部队在听到和平的新闻之后稍稍松懈的那么几个小时，然后在深夜把自己的底牌打出去。我们如果站在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这真的可能会是一个极其冷酷但却也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他并不指望真的能够打败美国，他只希望能够用先发制人打痛了美军基地，用几百具美国士兵的遗体来砸碎华盛顿想要在中东地区开战的这个政治决心，从而逼迫美国在谈判桌上做出退让。而且哈梅内伊他有底气这么去赌，因为伊朗过去也经常这么干。2020年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伊朗也曾经向美军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过弹道导弹，当时美国刻意选择了淡化处理，没有升级事态。而这样一些历史经验给了哈梅内伊一种致命的错觉，就是只要你不真的攻打美国本土，即便是攻击美军的中东基地，也是可以作为筹码来谈判来交易的。而且他非常笃定自己身处德黑兰最坚固的地下堡垒当中，37年以来他已经熬走了7位美国总统。他坚信自己不仅有一层物理上的钢筋混凝土，更有一件美国绝对不可能承受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政治防弹衣。那这是一个听上去似乎合理的算计，但很可惜他赌赢了战术，却算漏了对手。镜头切换回华盛顿，对于此刻身处战情室的特朗普来说，这样一份截获的谍报让棋局瞬间简化了。摆在五角大楼面前的这个选项变成了是，如果等哈梅内伊先动手，美军必须要硬扛住第一波饱和攻击，这个伤亡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代价。更何况特朗普他的这个政治基本盘就是美国优先跟强人政治，如果事先 CIA 已经截获了情报，却眼睁睁看着美军士兵被炸死，那这样一种情况一旦泄露到国会，足以让他被弹劾。所以要么先等这个伊朗的导弹落下来再反击，要么干脆掀翻整张牌桌。特朗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战略学家赫尔曼·卡恩的理论当中，这个叫做升级主导权。既然你想要玩一把大的，那我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冲突的强度拉到最顶格，斩首你的最高决策中枢，让你彻底失去指挥的能力。那命令已经下达了，接下来的死局是以色列人亲手为哈梅内伊布下来的。伊朗安全事务的分析人士曾经透露说，为了应对美国跟以色列越来越夸张的这个 AI Deepfake 这种深伪技术，伊朗早在2025年就定下了一条规矩，任何核级别的战争指令必须由本人到场，生物特征扫描确认身份之后才算数，这个就是所谓的面签规则。2月27号深夜，既然知道你要下达开战令，以色列人就顺水推舟，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攻击的行动。网络监测机构的实时数据显示，伊朗全境互联网的流量骤降至正常水平的 4%， 革命卫队内部的加密通信网络
全面瘫痪。伊朗国家通讯社他们的官网也遭到入侵而被迫下线。这一招网络战极其狠毒，因为这意味着哈梅内伊即便他想要跳过面签的规则，通过加密的视频链网络远程签发这个开战的授权，也根本行不通了。伊朗最高层所有的核心决策者，他们必须要亲自出现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摩萨德将计就计，用定点网络绞杀，逼迫伊朗的高层来启动面签协议，逼着他们放弃隔离的原则，亲自赶往同一个物理的坐标，完成物理会签。以色列像驱赶羊群一样，把伊朗所有的核心大佬一个一个硬生生地逼进了同一个屠宰场。这个不是坐等靠运气，而是精心设计的屠宰场的引流。网络绞杀是门，面签的规则是通道，而官邸的地下室是尽头。而坐在地堡尽头手握开战令的这个哈梅内伊，他以为外面的世界永远没有办法触及他的肉身，但是他并不知道的是，他的安保圈内有内鬼，围绕他的电磁信号本身就是一根刺向他胸口的激光雷射瞄准器。美军可以从16000公里外起飞，全程雷达隐身，直到这个炸弹落地才会被发现。于是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次刺杀就此拉开了大幕。美军把这类行动的执行逻辑概括为杀伤链，任何一环断裂，炸弹就是扔给废墟的烟花。而在本次行动当中，有3个被认为近乎不可能突破的这个技术关卡被成功突破了。第一个关卡是怎么样知道哈梅内伊他到底在哪儿呢？哈梅内伊的行踪是伊朗的最高机密，他在至少4个不同的加固地堡之间随机切换位置，极少使用可被追踪的通信设备。他的安保体系就像是一颗洋葱一样，最外层是革命卫队数千人的武装警卫圈，中间层是反信号干扰的电磁管控，最内层是行踪的随机化漂移。但是摩萨德的策略可以简单概括为5个字：不找他，找圈。他们并不用花费力气去直接追踪哈梅内伊本人，这个几乎不太可能。而他们做的事情更加聪明，就是系统性的渗透进哈梅内伊安保圈的外围，通过对直入后门的革命卫队的通讯网络和核心安保部队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监控，构建了一套由美军的卫星情报联合训练的 AI 生活规律模型，来追踪哈梅内伊身边的这个电磁影子。所以当哈梅内伊的这个核心安保圈转移位置，而周围的加密通信中继就会出现一种极其诡异的聚集模式，也就是对外它这个无线电全部静默，而对内特定的频率却突然激活，特别活跃。 AI 模型把这样一种异常识别为一枚独一无二的电磁指纹。我们去到2月28号凌晨6点15分，巴斯德区的电磁场出现了这个电磁指纹的破纪录的聚集信号。这个电磁特征被 AI 模型捕捉到之后，立马就发出了一个警告：人齐了。关卡2是怎么样确认哈梅内伊他本人在场呢？因为 AI 它只能够告诉你这里有大人物开会，但到底哈梅内伊本人有没有在场，还是说他只是召集了几个将军在他的这个领袖官邸讨论军事的事情，而这最后1毫米的距离只有一双人类的眼睛才能够跨越。根据我们事后看到的情报分析，摩萨德在哈梅内伊的这个核心安保圈内至少安插了1名高级别的线人。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其实早就已经公开警告过，伊朗反间谍机构的最高层早就已经被以色列渗透了，只是没有人真的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直到这个炸弹落下的最后一刻。凌晨7点40分左右，
这名高级别的线人发出了一个持续不到3秒的加密脉冲信号，内容极其短暂，但被情报分析人士据此推断是代号为神谕的确认信号。如果还原这个加密信号，大概的意思就是目标在场，全员到齐，窗口打开了。就在这一个瞬间，原本计划在夜间实施的空袭被强行提前到了白昼。因为这样一种伊朗最高层集群目标集体出现的机会窗口，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摩萨德的作战室里面爆发了在局外人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的掌声。加密电话紧急打给了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启动代码被确认，所以在空中的 B2 编队及时修改了他们的航路跟航向。而关卡3是怎么样实现同步绞杀？那既然坐标已经确认了，目标也已经锁定，但是在炸弹落下来之前，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这样一场行动最让人震撼的真相。这根本不是一场单一的狙杀而已，而是一场分工极度明确的毁灭交响乐。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是 B2 隐身轰炸机直接炸死了哈梅内伊，但实际上负责刺杀这个上帝的是以色列。针对于巴斯德区领袖官邸的斩首，是由以色列的空军 F-35 编队独立完成的。当线人发出全员到齐的这个神谕信号之后， F-35 编队对这样一座官邸建筑群投下了整整30枚精确制导炸弹。你可能会问，杀一个人为什么要投整整30枚炸弹？因为这个不是狙击，这个是物理擦除。前10枚用来撕开地表的防爆破层，中间10枚穿透浅层的地下室，而最后10枚在废墟内部进行无死角的网格化爆轰。没有任何碳基生物能够在这样一种高密度的连续高压爆当中存活下来。那么让整个世界都看呆了的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他们在干嘛呢？答案是绝户。当以色列的 F-35 在德黑兰切断伊朗的大脑的时候，美军的 B2 他们正在同一个时间切断伊朗的脊梁骨。B2 编队兵分2路，第一路是挂载2000磅精确制导炸弹的 B2， 他们要精确封堵伊朗全境的弹道导弹存储的洞窟，把那些准备要发射的导弹封死在山体的深处。而第二路他们会携带美国武器库当中的终极大杀器，也就是单枚重达14吨的重型钻地弹，目标是深埋在花岗岩山体下的福尔多跟纳坦兹核浓缩的设施。针对极深地堡， B2 祭出了双发 MOP 同点连投，而上次轰炸没有搞干净的，这次要来一个更彻底的清扫。就在 F-35 跟 B2 准备投弹的最后几分钟，还有极具讽刺性的一幕，美军向外围防空阵地倾泻了数百架代号为卢卡斯的这个自主攻击无人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架飞机的外形，你就会发现它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来自于伊朗的见证者136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这个是美军的立项克隆体。俄罗斯用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恶心了西方2年，而现在美军用它在伊朗的头顶来洗地。而当卢卡斯的这个无人机蜂群榨干了地面上的最后防空火力之后，天空中死神也在同时松开了炸弹挂架。8点10分左右，连环巨响在德黑兰、福尔多跟纳坦兹等地同时爆发。地下的核离心机被14吨的铁锤砸成了废铁，而巴斯德区的领袖官邸在 F-35 倾泻的30枚炸弹底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坍塌，建筑内部的连续爆轰的压力将整个会议的区域碾成了没有任何空隙的废墟。而福尔多的地底下大概400公斤的高浓缩铀就此下落不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伊朗的导弹就像暴雨一样射向中东各地，
但你必须要明白一个极其讽刺的真相，就是其实伊朗人他们早就已经打算这么干了。这些腾空而起的导弹原本就是为了想提前一天深夜那个代号为伟大使者的先发制人的计划准备好的，燃料早就已经加注完毕，坐标早就已经输入了自导的系统，但区别只是在于说，原本哈梅内伊他设想的是一场由最高领袖精准控制的主动出击，先打痛美国人，逼迫和谈，然后从从容容，连滚带爬，进地保，进退有序。但是他没有想到，美军提前1秒先翻了台阶，把他连同整个国家的指挥中枢一锅端了。于是原本应该是协调一致的这个战略威慑，变成了是失去大佬之后的末日的痉挛。当革命卫队的各省区域指挥官发现中央指挥链彻底断联以后，他们手里攥着的就只剩下一份冰冷的终极预案，也就是末日授权。原本应该作为政治筹码的可控的升级，彻底变成了是没有统一目标、没有时序排列的盲目倾泻跟横向的升级。这是一张各自为战的死亡清单，有的人的这个清单上写的是以色列的城市，有的人的清单上写着沙特的石油设施，而有的人的清单上写的是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军战舰。没有中央协调，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儿。革命卫队向各自预设的这个坐标倾泻火力，部分导弹因为缺乏中央引导而严重偏离弹道，落入非交战国境内。就连阿曼上空也出现了拦截残片，科威特的沙漠角落升起了莫名其妙的烟柱，而更触目惊心的是，伊朗南部一所女子中学被疑似射偏了的导弹击中，造成了大概180名学生当场遇难。而更严重的后果是，特拉维夫跟利雅得遭到了高超音速导弹与数千枚无人机的混合散布式攻击。铁穹跟箭式防空系统消耗拦截弹的这个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萨德拦截弹的这个生产周期高达3到8年，而库存根本就顶不住无差别的连续倾泻。更致命的是，革命卫队的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21海里的这个地方，开始大面积布设制冷水雷，并且直接制成掉废旧的油轮来制造物理的封锁。全球有 20% 的海运石油被物理截断了流通的路径。WTI 的这个原油价格在24小时内突破$180每桶。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开战后第2天，五角大楼内部紧张而恐慌。一位知情人士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到，没有意识到这样一场中东爆发的冲突对于我们的库存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跟压力。而他说的库存指的就是防空拦截弹，这个就是老死亡的最终的混乱的局面，不是他的导弹多么精准，是他根本不在乎精准不精准，他是用无序混乱本身把对手的有序的体系给磨成粉末。在人类近代史上斩首行动有过3个非常经典的先例，比如说萨达姆死了，所以整个国家机器跟着粉碎了，换来20年的无政府泥潭。拉登死了，基地组织的这个精神还在，但是威胁降了档。苏莱曼尼死了，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从精神父子降格为了甲方和乙方的关系，这个协调力下滑，但是没有彻底崩盘。而哈梅内伊的死，它不是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它更像是你拔掉了一台高速旋转的离心机的中间轴承，机器它没有立刻停下来，但是它开始非常疯狂的、不可控制的向外甩出残片、零件跟碎片，每一块飞出来的碎片都是一枚导弹、一群无人机和一个失控的军阀。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这本书里面描述过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特征，外表越强悍，内部冗余越少的系统，在极端冲击下崩溃会来得越猛烈。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曾经提到所谓刺杀上帝这个词儿，其实在神学里面，哈梅内伊他不是神，他1989年接任的时候，
连阿亚图拉的这个门槛都没有到达，他只是一个中阶的教士。甚至为了让他上位，伊朗还专门修改了宪法。纳贾夫跟库姆的顶级神学家，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承认哈梅内伊的权威。但是在法基赫监护的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哈梅内伊他就是绝对正确，他就是凡间的上帝。2月28号的清晨，当美军的炸弹将这位凡间之神连同整个指挥中枢炸成废墟的时候，华盛顿以为他们是合上了中东的剧本，完成了一次现代科技对于前现代神权的物理上的弑神。但其实华盛顿想错了，因为这台老死亡的机器在倒下的时候，也瞬间砸翻了3个潘多拉魔盒。第一个魔盒是没有刹车的死守系统，斩首行动确实能够瘫痪一个政权的大佬，但是不要忘记了，它同时也摧毁了唯一能够代表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签署停火协议的这支笔。有组织的报复，至少你还有谈判的余地，而面对彻底失控的末日痉挛，华盛顿甚至找不到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拨打给对方来谈一个停火协议。你踢掉最高指挥官，你踢掉的不单单只是开战的大佬，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叫停这台机器的刹车片。而第二个魔盒在被摧毁的深山地堡下，大约400公斤 60% 风度的核浓缩铀，以及那些掌握了爆炸透镜工艺的核科学家，这些核武器的资产彻底脱离了中央的管控，下落不明。一个倒下的政权释放出来的核知识跟核燃料，比一个运转当中的政权会更加难以追踪。政权你可以被彻底炸毁，但是核武器的配方和知识，它不会在炸弹当中被烧掉。这400公斤的悬念将在未来几十年的黑市里面成为全世界情报机构永无宁日的噩梦。而第3个魔盒是单向透明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伊朗人他是怎么样在这个反击当中知道美军基地里面具体停着多少架隐身战机，哪几架是极具战略价值的预警机的？其实不是间谍，也不是内线，而是推特跟微博。这里我们要揭开一个极其讽刺的真相，美军基地为什么会被天上的卫星看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本来就是美国人他自己演的一出戏。特朗普在这大半个月里头大军压境，玩的是他最擅长的极限施压。为了要吓破哈梅内伊的胆，五角大楼几乎是半公开的把 F-22 轰炸机跟航母摆在波斯湾晒太阳，他们就是要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然后才能达到极限施压的效果。但是中国的一家商业遥感的初创公司，他们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免费发布了美军基地的高清无码 AI 标注图。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头，这样一群没有什么军方背景的中国的程序员，就把美军摆在台面上的肌肉做成了全人类能够随时免费下载的吃瓜的素材。美国人以为他们在中东地区秀肌肉，但这样一张全网疯传的开源卫星图反倒成了一张送给伊朗人的目标清单。你只需要直接拿着中国商业公司在网上发布的吃瓜照片，按着这个图输进去导弹的制导系统就可以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只有五角大楼能够从太空看清楚地面的战机，所以美军用最精尖的技术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定点清除。这个是上帝视角的降维打击。而到了2026年的当下，美国人他原本想用极限施压来吓退伊朗人，但是反被对手利用这些开源的情报把自己的基地打成了筛子。但是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核材料下落不明，军阀各自为战，战场透明度被商业公司现场直播的失控的世界。从2月28号的清晨开始，地球上每一个统治者都将会多看一眼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请记住，
那个清晨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相信只要我能够躲得足够深，我的权力足够大，我就会绝对安全的美梦彻底清醒的清晨。我是艾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